九重子看到现在有一件奇事，窦昭耳后的红痣突然消失了。上一世是宋墨的心头血落在了窦昭的耳后，才变成了这颗痣。正是他与昭示录的存在，时刻提醒着窦昭，梦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如今昭示录还在，为什么耳后痣却消失了呢？直到看到宋墨大婚，太子对宋宜春意有所指的一句话，才明白痣消失的真正含义。先说莫昭大婚，说起来很有意思，两人的婚事做到了人均满意。祖母和窦父是欣慰昭姐能嫁的良人，王映雪、宋宜春两个反派则各怀心思，一个想让窦昭嫁进去吃苦，另一个想让儿子娶了悍妇家宅不宁，所以极力促成这桩婚事。殊不知正中了宋墨的计。至于皇帝满意，是因为窦昭选的夫婿不是太子党，也不是庆王党，意味着窦家没有站队，所以两人成婚当天主宾尽欢，热闹非凡。太子和长公主还亲自来观礼，给足了宋墨夫妻面子。宋宜春本来想和太子套近乎，莫想到太子先和他说了一番话，虽然是笑着的，但警告和敲打的意味很明显。宋宜春这个老狐狸自然听弦之音，面色一变，急忙拱手应是。英国公府的烟杂事自然瞒不过皇家人，皇帝曾怒斥宋宜春，如今太子又警告他不要搞挪蛾子，给宋墨撑腰。看到这一幕，让人感慨。前一世宋墨为了给定国君报仇，谋逆弑君杀太子，助庆王谋逆篡位，没想到却报错了仇，太子成了背锅侠枉死，而宋墨也被幕后之人放冷箭，饮恨而终。这一世因为窦昭的提示开解，宋墨看清了舅舅的死另有隐情，和太子也不再有矛盾。相反，太子对宋墨的才智能力欣赏有加，还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其实太子品性不错，否则皇帝也不会有意让他成为下一任接班人。原著中万皇后谋朝篡位，是宋墨和窦昭联手斗倒反派，助太子登上了皇位。上一世袁通说过，胸中藏疾，护卫因果，天机靠两人改变，在这一世都应验了。胸中藏疾指的是在逆境中蕴藏着转机，正如宋墨和窦昭这一世的命运走向。虽然舅舅、母亲、陆明的生命和前世一样无法挽回，但很多人的命运却又在他们的努力下悄然改变了。不仅是太子，还有其他的人，比如陈渠水，前世他一身金袍未曾开，冻死在窦昭的马车边，而这一世他被窦昭从狱中请出，成为谋士，抱负得以施展。比如崔老太太晚年身体康健，得享天伦之乐。再比如季永情窍不通，这一世却枯木逢春。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发飓风，一点一滴积攒的变化，终将会扭转命运的齿轮。正如游方术士所说，若能让巍巍高山崩塌，就可以改变河流的走向。窦昭与宋墨走的每一步，都如同在棋盘上落子。如今他们改变的已不局限于家宅，而是影响到了整个朝政大局，甚至是天下大局。河流的走向改变了，天机变化已现端倪。而后至的消失，意味着他们的命运已经不受前世和昭示录判词的影响，而是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护卫因果。而后至蕴含深意，心头血是因，变成朱砂痣是果。而后至是护卫因果的标记和力量，它的作用就是以因果之力牵引着这一世的宋墨和窦昭相遇相知。宋墨梦到湖面女子，两人罗衫际巧遇，在田庄结为同盟，都像有一股力量指引。如今历经很多事之后，两人早已从试探防备到相识相知，心意相通。而后至自然也完成使命，消散于骨血中。因为此刻宋墨与窦昭早已因果交织，命运相连了。实际上窦昭的重生故事可莫内抹简单，他重生的目的也远比复仇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窦昭上一世，他的经历几乎都围着内宅妇人打转，连自己母亲真正的死因都不知道。上一世他听到窦明说出真相的时候，那震惊的样子，就说明他之前对好多关键事情的真相完全不了解，而且他上一世根本没看穿王映雪那副和善面孔下藏着的阴狠毒辣。这一世王映雪和嬷嬷偷偷商量着给他下毒，表面上却还装得对他很好的样子。这么一对比，上一世他年纪轻轻就身体虚耗玄可血，十有八九就是王映雪搞的鬼。可就从他上一世的记忆来看，
他对这些背后的阴谋诡计完全不知情。再看看他手里那本招式录，乍一看好像挺厉害，能预知一些事情，可实际上他只说结果，根本莫提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就算有这么个所谓的金手指，窦昭在这一世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去一点点把真相找出来。窦昭既没有什么都知道的记忆，也没有详细的剧本照着演，自然就不可能像那些复仇爽短剧里的主角一样，一重生就厉害的不得了，把仇人打得落花流水。窦昭重生后的目的那可是一直在变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小不点，从庙里醒来一看见母亲还活着，心里就一个念头，一定要保护好母亲。可上一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不在家，等他从舅舅家匆匆赶回来，只知道母亲是病死的，根本不知道母亲其实是自缢身亡。他连真相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提前预防呢？后来在玉兰树下看着满树的纸玉兰和飘来飘去的蝴蝶，他心里好像突然就想通了，说不怪母亲了，还答应母亲会照顾好自己。这时候他重生后的目的就变成了先顾好自己，好好过日子。之后他很主动服毒，反过来将了王映雪一军，然后离开窦府，跟着祖母去了田庄生活。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是他为了好好生活下去而做出的努力。到了田庄，祖母跟他说的那些话，既有批评也有开导，其实也暗示了窦昭不会一直陷在复仇的漩涡里，而是要为自己真正的活一回。他去狱中把陈渠水救出来，还让他做自己的幕僚。上一世窦昭离开济宁侯府连夜往家赶的时候，妥娘说雪下大了，窦昭伸手一接，发现那不是雪，是燃烧后的飞絮。紧接着画面就切换到城里到处是尸体，一片凄惨的场景，还有个老头在那大喊着虚富凌云万丈财，一生金报未曾开。窦昭当时就感觉到那种山河破碎的绝望，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就像风中的飘絮一样，根本无力还击。所以重生后，他马上就去找了上一世那个郁郁不得志的老头陈渠水，想让他在这一世有机会施展才华。陈渠水的出现可不只是为了他自己翻身，还为窦昭和宋墨之间搭起了一座桥。宋墨背后牵扯着各种权势争斗，这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影响很大。这时候窦昭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小日子。随着他和宋墨接触越来越多，他的目的肯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他想通过改变宋墨来改写前世老百姓因为朝局动乱而受苦受难的悲惨结局。这么看来，窦昭要拯救的是整个国家。他对母亲说的那句愿你飞过高墙，越过宅院，也表明他不会被宅院里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困住。王映雪和窦世书最后肯定没有好下场，他们背后其实也代表了朝局里的一些势力。窦昭和宋墨在整顿朝纲、肃清官场的时候，肯定会顺便把他们给收拾了。在过去的传统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那是相当低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局限在自家的宅院里。窦昭在剧里的很多行为在当时可算是惊世骇俗了，他敢于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离开窦府去田庄生活，还积极地参与到家国事务当中，这在以前的社会环境下是根本不敢想的。他的这些行为其实就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窦昭重生后的经历以及他不断变化的目的，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琢磨。九重子这部剧通过窦昭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担当精神，也让我们思考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角色定位，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家国情怀的重要性。窦昭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在窦府的时候虽然处于劣势，但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巧妙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寻找机会反击。他和王映雪之间的斗智斗勇，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通过观察和分析，逐渐识破王映雪的阴谋，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窦昭和祖母之间的感情就很让人感动。祖母虽然一开始对他有些严厉，但窦昭能够理解祖母的苦心，并且从祖母的话语中汲取力量。同时，窦昭在结交朋友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则。他救出陈渠水，不仅仅是因为前世的缘分，更是因为他看到了陈渠水的才华和潜力。他懂得欣赏他人的优点，并且能够给予他人机会。这种人际交往的智慧，对于我们在社交场合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窦昭在九重子中的重生之旅，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从多个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